大家可能都有听命理老师讲过，左脸看事业，右脸看感情，所以很多人一发现自己的脸稍有不对称，就开始紧张、焦虑，生怕运势不好，或是人生出了什么问题，都是脸型害的。先别急着焦虑，也别急着找医美医师。你好，欢迎回到元气医生频道，我是马永昌医师。这支影片我们要来延续从脸蛋天才的视角来探讨大小脸与歪脸，避免你花了钱却弄巧成拙。最近在社群媒体上有一个很红的词叫做海湖庄园脸，也有人叫它 MAGA 美学。你观察这些政商名流的脸型特征时，会发现有一种一致的名流感，极度饱满的苹果肌，一丝不苟的对称唇形，还有紧绷到几乎看不见肌肉动态的皮肤。这种追求绝对对称与极致填满的审美，原本是为了对抗老化，但为什么我们看了反而有一种说不出的塑胶感，甚至让人心里毛毛的？这种差一点就是人，但又不是人的诡异感，就是心理学上著名的恐怖谷效应。恐怖谷效应一样存在于脸型，因为人脸是人类辨识度上最为显著的特征。我们要来分析神力女超人盖尔加朵的脸，看完后可能会颠覆你对于脸型美学的认知。注意观察盖尔的脸，其实你不难发现，她的左右脸不是对称的。如果你再进一步研究，99%的脸蛋天才，他们的脸也都不是对称的。这个不对称在盖尔笑的时候更是一览无遗，甚至她的左右眼睛都会像比目鱼一样一大一小。我们把盖尔的左脸和右脸做了镜像分析，3张照片从左到右分别是右脸的绝对镜像、本来的脸和左脸的绝对镜像。你觉得哪一张脸最漂亮呢？是绝对对称的右脸、左脸，还是原本的盖尔呢？你可以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想法。许多美学研究都发现，不完美但和谐的对称才是美感的关键。也就是说，一张自然漂亮的脸蛋，直击灵魂的迷人笑容，秘密就在于和谐的颜面流。在这个世界上，极少存在完全对称的脸，因为完全对称的脸看起来是很诡异的。颜面流是一条由眉心穿过瞳孔线中心，沿着鼻梁线、人中，再穿越嘴角线中心所构成的弧线。顺畅的颜面流是 C 型，也称为正颜面流，而不顺畅的颜面流是 S 型，也称为反颜面流。颜面流代表了你的 vibe， 也就是气场。英文中 give off a vibe 指的就是散发出一种气场的感觉。我们一开始讲到死板的绝对对称会导致被海湖庄园打脸的恐怖谷效应，而反颜面流也会产生另一种不一样的 vibe。当你看着一个颜面流不顺畅的 S 型脸时，你通常会有这样的感觉，你觉得这张脸很有特色，是那种看过一次就会记住一辈子的脸，但这张脸好像哪里怪怪的。这是因为人的脸并不是一张静止的照片，而是一个流动的动态影片。一张有灵魂、迷人的脸蛋，重点不是在于对不对称，直击灵魂的吸引力关键在于构成整张脸的元素，包括了五官、肌肉、骨骼结构与齿列，能够像交响乐团一样和谐地产出动人的音乐。其中最关键的是，在你说话微笑的时候，你的微笑画框会配合颜面流的方向，呈现出一种和谐的流动感。当这个流动感不顺时，你的大脑就会觉得好像哪里怪怪的。话说回来，盖尔之所以能够有迷人的笑容，就是因为他的微笑画框和颜面流是顺畅的。盖尔的颜面流呈现和谐的 C 型曲线。如果你是盖尔的粉丝，你一定会注意到他在正式场合或棚拍时，左脸入镜的比率比较高。身为一个专业模特儿与国际知名的演员，盖尔在面对镜头时，他知道自己的正颜面流那一面对他来说是左脸，可以让画面看起来最漂亮、最专业。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是微笑画框，你可以看我之前对于安海瑟薇的微笑分析。如果你的颜面流和饰演《星际大战》大反派的亚当·崔佛一样，是属于反颜面流，那该怎么办呢？答案是要看造成你脸部不对称的成因有多严重，以及有没有涉及功能上的代偿或障碍。有时候病人会问我说，马医师，我可不可以只要戴牙套矫正就好了？我需要动手术吗？反颜面流的 S 型脸型常常会变成是代偿 S 型，这是因为你的骨骼扭曲，我们可以形容为脸型的钢筋扭曲了。身体为了能够继续维持某些功能，而被迫加班。根据代偿的严重程度，处理会分为3级。第一级，颅颜结构的代偿，这类人的骨骼天生不正，可能是严重的互斗、下巴后缩，或是小的时候跌倒过撞到下巴导致的大小脸。
这已经不只是美丑的问题，因为严重的结构异常会造成许多方面的功能代偿或者障碍，例如压迫你的呼吸道，让你长期缺氧、睡不饱。这种情况有的时候需要合并牙齿矫正与正颌手术一起，才能够从地基彻底扶正。第二级，呼吸阻力代偿。如果你常鼻塞、习惯性口呼吸，而且苹果肌是扁平的，眼睛看起来吊吊的，下眼白很明显，这代表了你的中脸，也就是我们常在说的鼻上颚复合体发育不良。我们可以用骨性扩弓撑开空间，这不只是让苹果肌会变饱满，更是为了让鼻腔空间变大，让你的呼吸从代偿回到顺畅。第三级，动力性代偿，也就是肌肉的失衡。如果骨头没有问题，但脸歪的原因是咀嚼肌不对称，或者是常会磨牙、有颞颌关节方面的问题，这很常是因为肌肉在偷偷加班。我们可以透过电脑咬合与咀嚼肌分析，找出受力不均的点，只要精准的调整咬合，让肌肉停止辛苦的代偿，最后脸型自然会恢复平衡。最后，我要跟大家谈一下容貌焦虑。很多现代人都有智慧手机时代的镜像焦虑。你以为爱漂亮只是年轻人或女生专属，但其实我遇到不少爱美的病人都是欧吉桑或欧巴桑。每次帮他们完成全口重建或植牙后，他们就会很开心的拿着手机开始疯狂的拍照，然后把照片传给我，开始跟我说：“马医师，你看，我这张照片脸好像有一点点歪歪的，是不是你的牙齿做歪了？”这时候我就会把手术前后的照片对比传给他看，然后他们就不会再有意见了。为什么我们用手机自拍的时候会感觉好像哪里怪怪的呢？对于这样的照片焦虑，在心理学上有一个解释，叫做曝光效应。简单来说，你这辈子看过最多的自己是在镜子里，你的大脑已经彻底习惯了那个反过来的自己，但最终储存的照片预设是真实的你，也就是别人眼中的你的方向，而非镜像。假设你的脸本来就有5%的不对称，一旦翻转成照片的视角后，那个差异在视觉上就会被放大10%甚至更多。这种冲击感会让你产生容貌焦虑。所以先别急着讨厌照片中真正的自己，因为只是你的大脑还跟他不太熟而已。不过如果你发现真实的你脸真的很歪，你也出现咬合跟颞颌关节卡卡的问题，那这就不是心理因素，它们可能会是你身体各种毛病的隐藏原因。不知道今天的内容有没有解开你对于大小脸和脸歪的疑虑呢？你的颜面瘤是属于 C 型的曲线幸运儿，还是需要进化的 S 型呢？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请有兴趣的朋友按下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我是马永昌医师，愿你用呼吸和睡眠找回自我疗愈的原力。我们下支影片见，拜拜。